有冇搞錯？接住同大家繼續講下呢個中國大陸經濟。因為講經濟咧，最近日本嘅野村有一個報告，咁就話中國大陸下半年嘅經濟將會顯著惡化。咁而家都已經好衰啦，咁再惡化咧會變成乜嘢咧？咁佢另外一個重點就講下半年中國嘅需求斷崖式嘅下跌即係大家知道一定有問題嘅。咁佢又話咧係今日呢個中國大陸股市 A 股加埋香港嘅股票都係上升嘅，但係中國經濟面臨嘅周期性嘅放緩同埋結構性嘅挑戰咧係會越嚟越嚴重。到下半年咧，好多嘅行業嘅需求將會大幅下降，經濟基本面將會顯著嘅惡化。呢個係佢哋嘅報告啦。咁佢主要講乜嘢咧？佢話第一，主要講房地產呢個中國經濟發展重要嘅引擎發動機，房地產進入第5年嘅萎縮期佢話近期嘅銷量同埋價格咧下跌會加劇房地產呢個對呢個內需對呢個中國大陸市場嘅需求咧會有一個好大嘅負面嘅影響包括呢個對地方政府嘅財政、對民眾嘅消費信心、產業鏈中國大陸產業鏈嘅穩定方面咧都會好大衝擊嘅。呢個係佢講嘅第一個問題啦。第二個問題，佢話就講出口就因為同美國嘅貿易戰嘅問題而家面臨嚴峻嘅挑戰所以而家中國上半年中國嘅好多間公司為咗搶避開呢個關稅，喺上半年咧搶出口即係將你將下半年嘅出口嘅嗰啲產品上半年全部攞晒出去，喺海外嘅倉庫我就知道有啲朋友喺美國嘅，趕住咧就趕住快啲將啲嘢全部運過嚟嘅。你知道4月份咧啱啱開始個貿易戰嗰時曾經停咗一段時間，但係5月份一開始唔係有個雙方有個協議中國即係嗰啲出口嘅公司趁住呢2個月5月6月大量嘅將嗰個庫存先運嚟美國先講，運咗嚟美國當然你要俾倉庫嘅錢啦，你要運輸即係所有呢啲嘢你要使錢，但係咧佢唔理你咁多，到時先講如果下半年如果傾唔掂關稅再升嘅話咧，或者貿易中斷咧，佢仲可以做嘅，將啲即係點樣喺美國就算好平，都比喺中國大陸會個價格會好，同埋嗰個即係可以公司仲可以攞翻啲錢，係咁嘅意思。所以上半年咧出口嚟到美國嘅特別多嘅。第三個通縮壓力加劇，生產者物價指數即係話 PPI 啦，持續嘅負增長，公司嘅盈利下跌所以冇人去投資嘅，製造業冇人投資。第四，佢話北京嘅消費嘅刺激政策嘅效果喺度減少而家呢個我哋一陣間再講下半年咧應該冇嘅。第五佢話北京嘅呢個禁酒令即係所有嘅中國嘅開嘅餐館酒吧咩茶樓呢啲生意好差。佢估計下半年會增加1%咁多1%其實都樂觀嘅，即係大幅度減少。即係之前咧係覺得下半年可能有5%嘅增長嘅，
咁而家變成1%啊。咁另外咧就北京嘅呢個喺國際壓力之下，就要減少一啲產能啊，包括譬如話呢個電池啊、綠色能源嘅呢個領域啊，就要減少嘅投資，減少啲呢個公司嘅投資。咁啊，所以幾個方面加埋咧，佢認為中國經濟今年嘅下半年，2025年嘅下半年會更加惡化。呢個係佢嘅講法。咁啊，我哋睇下大概嘅數字啦。咁啊，六月份咧，中國 CPI 即係消費者嘅物價指數啊，係6月份增長咗0.1%嘅 percent， 即係1000蚊增加咗1蚊啊。6月份嘅增加雖然係增加0.1嘅 percent， 但係都算係正嘅增長，因為前邊嗰4-5個月全部都係負嘅增長，都係即係負數，即係所有嘅物價都喺度下跌嘅。所以6月份係第一個月啊，4-5個月以嚟啊，第一個月係冇跌到啦。但係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呢個PPI 就比較慘啦，係下跌3.8個百分點嘅。因為之前咧預期係3.2嘅，即係跌3.2%，等於6月份係嗰個跌幅係超過咗以之前嘅預期，超過咗咧係0.4個百分點嘅。佢呢樣嘢當然好麻煩啦，好嚴重啊！即係大嘅數字，我哋講啊，之前咧有一個嘅，即係6月份中國公司嘅全部企業嘅盈利下降咗差唔多60-70%。咁呢個係咩意思咧？當然一陣間先同大家講啦嚇。我哋首先講另外一個故事。今日咧新聞有個新聞出嚟嘅，話呢個湖南省啊有一個地方，湖南省湖南日報啊，省嚟嘅，唔係一個地方嚇。佢湖南日報嘅社交平台啊，有一篇文章就話政府單位人員可以喺放工之後咧從事其他嘅職業，包括咩咧？包括送外賣、開滴滴、開嗰啲的士啊，即係網約車啊。你仲可以咩？寫小説。你可以做健身教練嗱，呢個佢哋自己講嘅嚇，健身教練呢啲嘢，仲可以去賣農產品嘅銷售，即係你可以去街市度賣菜。佢話只要同本職工作啊唔受到影響，同埋唔同本職啊你做嗰個公務員嘅位冇發生利益衝突啊，你要通知你嘅主管就全部都可以做。即係湖南省嗰個意思咩？我哋之前有同大家講啊，因為好多嘅公務員咧減薪，其實唔應該叫減薪嘅，減收入。因為中國大陸嘅收入啊，每個月收入佢有3個部分嘅，一個部分就係薪金，薪金其實好少嘅大概你個科級嘅一個公務員咧或者之下，即係大概2000蚊到跟住咧就有績效咧，即係話你做有冇違反，你有冇頂撞你嘅上司啊？你有冇遲到啊？你有冇唔做嘢走咗去第二度啊？有冇犯咩錯誤？如果冇嘅話咧，有個績效，咁嗰個績效咧就比較高嘅，相對嚟講比較高呢個績效。另外仲有一樣
一樣嘢就係叫做津貼。津貼咧就係話你如果去鄉下啊，每一日你就去一日啦，就咩100蚊到嚇，即係俾你俾可以加你嘅錢。咁呢3樣加埋咧，先至係成為公務員中國大陸公務員嘅人工，因為係一個整體嘅人工。所以而家係只係俾你基本嘅人工，即係2000蚊到啊。另外咧績效就減少嘅，即係補貼啊，仲俾你啊。你啊，如果你高溫啊，或者係你有咩補貼啊，佢就俾你出其他地方做嘢啊，呢啲績效嘅。但係個績效本身係減少，獎金係減少，所以呢個減少咧，通常嚟講，即係到40%到60%，睇邊個公司。所以如果一個公務員啊，你一個月1萬蚊，或8000到1萬蚊到啊嚇，你有4-5千蚊嘅減少你嘅人工一個月啊。當然呢個就對好多呢啲公務人員嘅生活就構成咗好大嘅影響啦。湖南嘅呢一篇嘢就當然就反映咗呢個情況，即係好多呢啲公務員啊，你係過唔到啦，你係有問題啦。如果你冇買樓，你只係有一間好，或者你好耐之前買咗樓啊，你就已經俾晒嗰啲供樓啊供完啦，咁啊還好一啲。如果你買咗一間屋啊，你譬如話你借咗呢個按揭做咗200萬300萬，你就慘啦啊！就算你100萬，你要供幾千蚊一個月，你都會好慘。所以而家好多呢啲比較年輕嘅呢啲人啊，即係過唔到嘅。所以湖南呢個咧就係唔使驚，你可以出去兼職啊，你去街市度賣菜。你可以呢個送貨，你可以即係做其他嘢啊，做呢個的士司機。呢個説明乜嘢？説明而家嘅問題就已經唔係普通老百姓，已經係去到鐵飯碗啦。阿爺嘅呢個工，打呢個阿爺嘅工，而家都係搞唔掂，都開始有問題。呢個當然大家知啊，呢個好大問題。咩送貨你可唔可以賺到錢咧？哇！我唔知啊。呢個香港嘅朋友啊，如果你成日翻去大陸，你就知道中國大陸真係好方便啊。如果你食嘢啊，你唔使去餐館嘅，你叫個外賣，咁啊好快脆就可以送過嚟嘅。咁啊送貨嗰啲人咧，送一單可能得幾蚊啊，幾蚊人民幣你一送。而家就好有意思嘅，中國大陸啊，阿里包括呢個叫京東包括呢個即係佢開始啊同美團開戰嘅。最近啊有一個送貨嘅一個大戰喺中國大陸，送到咩程度咧？譬如話你要買2杯咖啡，超過19蚊，佢又俾翻你19蚊，即係等於係0元啊，即係零唔使錢嘅，你可以叫一啲嘢食啊，叫一啲嘢飲。佢點解咧？因為佢嘅平台啊，佢要將啲人飲去佢嗰個平台送貨嗰個平台嗰度啊，所以佢使好多錢就買咗咖啡啊，或者買一啲平嘢就送俾你，就唔使你俾錢嘅。呢個係咩？搶客大戰。你知道美團啊呢啲公司啊喺香港仲係上緊市嘅嚇。你可以估計喺呢一種嘅內卷啊，呢一種即係等於係咩？你已經去到唔使錢啦。你再競爭就係等於邊個過嚟你呢度買嘢，你就俾錢佢啊。所以當然咧，如果你係去叫一杯咖啡啊，叫一啲奶茶啊，你真係賺到啦。你唔使錢可以飲好多奶茶，即係，但係對嗰啲公司咁點啊？所以而家嗰個內卷啊，一定會令到咩？好多公司破產。呢啲公司一破產，失業又增加啊！一定好多人冇嘢做
變成另外一個局面啊！所以而家內捲得好犀利啊！中國大陸嚇，中國大陸好犀利。當然呢個只係咩咧？係因為內需，因為需求減少啊，所以而家嘅市場係超飽和嘅一個市場，你根本都做唔到啦。所以而家呢個當然我哋講呢啲咧係講到經濟嘅表面嘅一啲現象啊，現象。而家中國大陸當然而家中國經濟最大嘅一個問題係咩咧？其實我哋大家都知就係通縮 ，PPI 3.6，CPI 0.1%，呢啲就表示呢個消費內部嘅需求係極度嘅下降。另外一個數字就係固定投資，固定投資係上半年係減少咗15%。所以你睇中國經濟，你就完全知道佢嘅GDP 嘅增長5%嚟自邊度嘅。房地產跌到阿媽都唔識嘅啊！上半年內部消費係減少嘅，即係你嘅所有嘅價格有下跌啊。出口受到美國佬嘅呢個打壓，呢個好多問題。所以你個5%。請問你由邊度出嚟嘅咧？由邊度貢獻呢5%咧？所以呢個5%啊，其實係冇人信。以前啊，即係我哋呢啲華人啊，知道中國大陸嘅嘢，我哋唔信，我哋成日講呢啲數字假嘅。而家連美國佬，包括呢個歐洲啊、日本啊呢啲經濟研究都知道呢個數字唔啱，係假嘅。但係因為你冇辦法你去做統計啊嘛，所以你就唯有用佢嘅數字嚟進行呢個系統嘅比較，即係今年嘅同舊年嘅比較。但係呢個數字大家都知道係假嘅數字，所以點解係仲要用咧？因為你冇其他數字可以用啊，你只能夠用佢嘅數字。所以你知道中共中央有個決策議事協調小組機構叫做中國審計委員會嚇，呢個主任就係習近平，因為佢要睇住審計，佢要睇住統計呢兩塊嘢，因為佢如果要做決策，佢要知道真實嘅數據啊嘛。你要知道真實嘅數據，佢雖然整咗即係地方啊，整咗好多假數據全部人，但係你又北京又驚自己都俾佢咗。所以要整一個呢個決策議事協調一個機構嚟睇住呢一塊，因為佢自己係需要一啲真實嘅數據。所以而家嘅中國經濟當然就好明顯啊，會出好大嘅問題嘅。咁啊，我哋講下呢個房地產。香港咧就你知道好多呢啲中國房地產公司喺香港上市啊，咁呢幾年咧就全部衰晒啦。恒大就已經衰咗幾間公司啦，咁恒大管理啊、恒大集團啊、恒大汽車啊，即係大家知。全中國最大嘅3間房地產公司全部喺廣東，恒大、碧桂園、萬科啊，大家都知嘅。恒大爭有幾多債還唔到？而家2.4萬億還唔到。咁啊，碧桂園咧，碧桂園係1.5萬億人民幣，兩間加埋就差唔多4萬億人民幣。嗰個完全嗰個債務，當然你話呢個係債務，當然佢仲有啲資產嘅，佢有啲地啊，有啲賣唔到嘅樓啊。呢個所有呢個債務，當然萬科都有幾千億，乜加埋呢3間就已經差唔多5萬億人民幣。最近啊喺香港，你知道呢啲係大嘅，中國成幾千間啊嗰啲中小型嘅房地產公司，譬如話香港仲有一個上市公司叫旭輝啊，呢都係房地產嘅。佢而家即係佢都停咗啦，停咗牌啦嚇。最近又嘈啦，要還錢啦，
因為佢點解停牌咧？因為佢嘅債啊還唔到啊，完全還唔到，銀行又還唔到，係其他嘅債權嘅投資嘅嗰啲債嘅都係還唔到。佢有幾多咧？濕碎啊，500億，500億。佢而家又提出一個還款嘅計劃啦嚇，就話呢個我可以俾翻現錢你嚇 cash 俾翻你啊，我爭你100蚊，我可以還你幾多咧？20蚊，可以還20蚊，但係呢20蚊咧都唔係每一個人可以還，佢有個限額嚇，你要我爭你幾多錢還幾多，啊爭你幾少錢還幾多，咁啊就平均嚟講還你20%。或者我發行股票俾你，即係債轉股啊！我爭你100蚊，我可以攞咩？攞300股啊，還俾你，因為佢唔值錢啊嘛！而家佢停牌啦，因為1毫幾紙2毫紙，300股加埋就60蚊，係未到30蚊。差唔多咁啦，嗬，60蚊俾你，即係有個60%嘅折扣。但係如果呢一間公司如果一倒台，即係完全破產、清盤，等於你1分錢都攞唔到。另外一個方法好簡單，展期啊！而家我冇錢俾你，整多個10年，10年之後還錢俾你。所以而家當然嗰啲債權人就唔制啦，大佬啊，我借你錢啊，有冇好嘅辦法啊？即係咁樣。當然佢所有嘅嘢都有一個叫做喺中國一啲大城市嘅房地產作為抵押啊，但係嗰啲抵押得唔得咧？當然就其實係好唔穩定嘅啊，因為呢啲大城市嘅房地產。舊年加埋今年啊，大概下跌咗啊，差唔多30%到40%啊，呢個平均嘅數字。因為一個大城市，我哋講啊，上海啊，好似廣州嘅深圳啊，或者邊度，你如果喺中心嘅位置，你仲可以賣得比較貴，邊緣一啲平到好似白菜咁樣，真係好平。你如果係就呢啲係最犀利嘅超級一線嘅大城市，如果係普通嘅一線城市都係咁樣。你嘅中心嘅位置可能你仲可以買到一啲錢，但係你稍為偏一啲嘅地方，你真係平到你唔信。好似喺天津啊、蘇州啊呢啲咁嘅地方，即係佢可以賣到10幾萬一間房嘅。你香港唔係好遠啊，大亞灣啊，你又離開深圳、離開香港、離開廣州都係1個鐘嘅路嗰個地方。之前賣成百幾萬嘅海景房，而家10幾萬可以買到。講緊係人民幣10幾萬，即係佢攞嚟抵押嘅係咩房啊？係呢啲房啊！你又都係廣州，你係番禺啊、咩清遠啊嗰啲乜鬼地方嘅樓，幾萬蚊都冇人買嘅樓，佢將嗰啲攞嚟抵押變成我嘅還債嘅呢個資產抵押。不過幾年值唔值錢啊？有冇送俾人哋要唔要啊？都唔知嘅，你知唔知啊？所以當然即係呢個所有呢啲都係有問題。好似旭輝呢啲咁樣嘅公司啊，喺中國起碼有幾千間。即係唔係好大啊？幾千億啊，2000億嘅資產嘅呢啲公司啊，幾百億資產嘅公司，好多中國每一個地方政府，每一個省，每一個大一啲嘅城市，地方政府都有同佢合作嘅呢啲咁樣嘅公司。呢個係平均嘅一啲數字。所以有朋友講，而家中國房地產究竟有幾多債務？已經變成壞嘅帳目啦！房地產究竟吸咗幾多錢落咗去，套唔翻出嚟啊？
我睇到有朋友講嘅，即係喺網上邊佢哋分析，我覺得佢有道理嘅。50萬億人民幣，50萬億人民幣，你諗下唔係好多嘅喎，係咪？兩間公司恒大同埋碧桂園已經差唔多4萬億啦，全部加埋50萬億唔算太多，所以呢啲錢咧，其中有一大部分咧，佢係唔係喺表面嘅，而係喺匿埋喺入邊嘅，即係銀行。銀行起碼有15萬億到20萬億嘅壞帳，即係佢借咗俾嗰啲房地產公司，佢攞唔翻。但係佢嘅即係帳目上邊啊，嗰個會計帳目上邊咧，佢係你表現唔到嘅。原因好簡單，佢又要同嗰啲公司搞埋一齊嘅。借一筆新錢還嗰一筆舊錢啊，雖然同樣係還唔到嘅錢，但係喺帳目上邊咧，佢就唔係壞帳啦，因為佢已經還咗嗰舊嘅嗰一筆錢啦。因為而家形成一個新嘅一筆債務啊，但係有個期限啦，3年啦、2年，所以佢仲係唔會形成一個明顯嘅壞帳，但係你所有人都知呢一筆一定係一筆壞帳，50萬億。中國一年嘅 GDP 120萬億，50萬億嘅壞即係債務。你要知道，你嘅房地產嘅價格你係變嘅，你嘅市值係變嘅。你1平米賣100蚊，你100平米就1萬蚊啦。呢個係大家都知嘅。你如果佢降低咗，佢個價格跌到50蚊，你就變成5000蚊喎。所以你嗰個價格係變嘅，但係你形成嘅債務你係變唔到嘅。你爭咗人100蚊啊，除非佢同意唔要你嘅錢啦唔使要錢啦，你攞咗去咯，算數啦。如果唔係咧，佢永遠表達喺呢個財務嗰度表達都係100蚊嘅債務，係嘛？係咪呢個道理啊？所以嗰個負債嘅比例對於一間公司嚟講，只會點啊？越嚟越高。你以前攞一個樓去抵押，嗰個樓跌30%，你個債務嘅比例你就相應嘅要升高，跌50%你再升。如果佢跌到70%、80%，咁你點搞？乜都係升咯，升到你等於係咩啊？資不抵呢個債，即係其實係破產嘅公司。喺其他地方就係破產啦，係咪？但係喺中國佢唔會俾你破產，原因如果你一破產，可能後邊擔保嘅係地方政府啊，可能係後邊一系列嘅你嘅 GDP， 你嘅所有嘅數字，銀行都要撇帳，你所有嘅錢等於係冇咗啦。所以佢唔俾你做呢樣嘢，唔俾你做呢樣嘢，你咪大家咪拖住喺度咯，僵持喺度。而家就係咁樣，你越係僵持，你只係將呢個危機拖得更加長，你唔會將呢個危機拖冇咗嘅，你係冇可能，因為你嘅債務，你唔係因為你拖就拖冇咗嘅，人哋一定問你要錢嘅，係咪？所以呢個就係野村講嘅呢個問題，房地產排喺 No.1 第一。而家中國地方政府嘅債務超過100萬億嘅債務，而且好多呢啲債務，包括房地產公司嘅債務，都係喺今年2025年啊，大概有40%，超過40%係今年到期。所以中國今年啊，如果冇做到展期新錢借翻嚟還舊錢或者冇同投資人或者債權人咧做一個妥協，大家有個協議，等於喺理論上邊呢啲公司全部都係破產嘅，就一定破產。但係當然中國唔俾你破產，你告佢，我唔理你，
啊，你又話佢唔爭你錢咩，法院唔受理，即係等於全部拖住喺度。所以當咁樣一形成之後，你當然你會形成另外一樣嘢，就係投資減少。我錢攞唔翻，我點投資啊？我邊敢去投資其他方面啊？包括公司產業其他方面，我都唔敢投資啊，係咪？房地產更加唔敢去投資啦。所以固定資產嘅投資就減少咯。今年15%，所以呢樣嘢就係一環套一環嘅。咁啊，公司唔掂就開始裁員、破產、裁員。咁啊，即係裁員失業就增加，咁大家又收入減少，收入減少就更加買少嘢，買少嘢更加多公司就賺唔到錢，就更加多公司破產，就裁員更加多嘅人，所以佢所有嘅呢個叫做通縮嘅呢個負循環咧，就已經係形成咗嘅，絕對出唔到去。通縮呢樣嘢比通脹對經濟對整體經濟嘅衝擊損害係更加大嘅，非常之大。嗱，呢個咧通縮啊，可能即係大家有幾個疑問。第一，你通縮喺物價下跌係咪？喺跌咗咪好咯，係咪？即係跌咗咪大家買平嘢，但係嗰個債務係唔會減少嘅，最後一定通過政府嘅貨幣發放，等於係咩？平均咗每一個人嘅財富去承擔呢個損失，一定係咁樣嘅結果嘅。所以而家嘅問題就係咁樣。第二個，通縮係對經濟嘅摧毀性嘅一個打擊。中國歷史上邊朝代末年都係通縮，每一次朝代末年嘅經濟危機，絕大部分都係通縮嘅問題。因為古代嘅通縮當然係另外一個性質啊，另外一個問題嘅。因為中國古代用嘅係貴金屬金啊、銀啊呢啲係攞嚟做錢嘅，甚至再早啲係銅啊，係咪攞嚟做錢？再早用鐵啊做錢，但係都係金屬。金屬係當時係比較貴啊嘛，都係嗰啲嘢嚟當錢，嚟當呢個交易嘅媒介，當呢個資產表達嘅一個媒介。但係你要知道銅啊、銀啊、金啊呢啲嘢，佢嘅產量係有限。當你經濟增長得好快嗰時，你嘅錢係唔夠嘅，即係你交易嘅錢啊係少嘅，因為你唔係印出嚟嘅，你係用貴金屬嚟做嗰個錢，所以就變成咩咧？因為尤其古代又冇一個信用嘅貨幣，所以一定要見到錢，好似賣嘢㗎嘛。咁啊變成錢少貨物多，經濟增長就變成咩咧？變成嗰個錢就越嚟越值錢啦，所有嘅貨物就開始下降，就降低個價值，就降低。咁啊變成咧就打擊呢個市場嘅經濟增長，打擊佢嘅投資生產。因為你生產嘅嘢就越嚟越低價嘅，就變成咧呢個經濟危機就開始出現嘅。我舉一個例子啊，你知道1920年代啊，即係喺北京啊，嗰時叫北平啦，一個四合院，一個四合院咧，即係我哋唔好講其他，我哋唔好講啦，即係北京嘅一個中產階級你一個四合院值幾多錢咧？200蚊，200嘅大洋，即係嗰啲銀元啊，200嘅大洋，200嘅大洋係咩意思咧？魯迅係好有名啊，喺中國寫文章。佢當即係北京嗰個大學嘅教授，
嗰個大學教授一個月嘅人工160蚊，寫文章收埋埋收幾十蚊，幫人哋做其他即係代一啲代貨啊嗰啲嘢，加埋，所以佢一個月嘅收入大概都係200蚊，等於係咩？一個北京大學嘅教授一個月嘅人工可以買一個中產階級嘅住宅喺北京，喺嗰個時間。好，你話佢賺錢賺得多？老舍有一篇有個小説叫《駱駝祥子》駱駝祥子，佢拉黃包車嘅，講佢嘅故事啦，拉黃包車，佢一個月可以賺到幾多錢呢？生意唔好，兩個半銀元；生意好嗰時4個半，即係未到5蚊就算咁樣一個月係咪？一個月咁樣一年咧就係50個大洋啦，差唔多啊。如果係4蚊嘅話，就50個大洋，差唔多48個大洋，等於係你4年嘅時間，相當你收入嘅4倍多少少，你可以喺北京買一個中產階級嘅4合院。呢個咩意思啊？錢好值錢，所有嘅嘢包括資產包括你嘅房地產，包括你嘅買嘅食嘅嘢、用嘅嘢，好平。所以勞動人民就好慘啦按照共產黨講，你勞動你要生產嗰啲嘢，你生產好多唔值錢好少錢你可以賣到。但係有錢人就好容易過，因為錢本身係越嚟越值錢，你會點啊？你會收埋喺袋裏邊唔使佢，因為呢一筆錢本身嘅價值係越嚟越高嘅，所以所有嘅貨幣、所有嘅呢個錢全部離開消費市場，收埋喺屋企，佢唔會再進入呢個經濟嘅循環裏邊。咁對呢個經濟嚟講，即係當然呢個預期一形成之後咧，就變成咩？你越做得多，你就越慘，你係蝕錢，因為你生產好多嘢出嚟，你反而係完全賺唔到錢嘅。反而以前有錢嗰啲人咧，就收埋錢喺隔離。嗱，呢一種情形就喺中國，而家就係咁樣。而家就係進入咗呢個惡性嘅循環，但係你要諗而家唔係貴金屬嘅錢而家係用紙幣，係主權貨幣，大家開印刷機印出嚟嘅錢。但係就算好快脆咁樣印出嚟，嗰啲錢全部都唔見咗。我哋隨便講下今年第二季度中國嘅 M2 嘅餘額幾多呢？326萬億人民幣。呢一筆錢咧，所以中國嘅錢係比美國多嘅。美國嘅6月份嘅呢個5月份呢個 M2 嘅餘額係22萬億美金如果乘7，即係140幾萬億人民幣。中國係326萬億，中國嘅錢係比美國多1倍嘅。但係呢一筆錢完全冇辦法嚟表達中國經濟。嗰啲錢去咗邊啊？因為錢咪去咗當時投資喺房地產、投資喺土地、投資喺嗰啲大嘅大白象嘅項目裏邊，而完全攞唔翻，又生唔到錢，全部定喺裏邊浪費晒。我哋講嘅50萬億房地產只係其中嘅一部分，另外好多錢都係完全唔見咗，又唔會變成消費，又唔會變成經濟，即係工業生產嘅投資，乜嘢都冇。
問題係我哋頭先講嘅呢個通縮嘅預期已經形成，呢個循環已經開始，所以有錢嘅人越嚟越慳，我都唔會將筆錢攞去投資，我會收埋現金或者買去其他地方，走咗去其他地方，因為嗰筆錢係變成越嚟越值錢啊！係咪？如果你房地產下跌，我當然要等啊，我等到你跌到白菜咁嘅價格，我先至去買啊，係咪？所以佢就唔會去買啊嘛。所以呢個你冇投資冇消費，你嘅經濟就開始萎縮。你萎縮，所有人嘅生意都做唔到，失業越嚟越多，收入越嚟越少，你嘅消費、你嘅內需就變成越嚟越少啦。咁你經濟就更加衰，咁啊嗰啲有錢嘅人，佢嘅錢變成更加多嘅時候，但係佢要睇，哇，可能明年更加衰啦，係咪？我就揞住個銀包，就唔會過嚟繼續，又唔會過嚟消費，又唔會過嚟錢多到嗰個程度，消費根本都使唔到幾多錢嘅。主要係錢多嘅人，主要係佢嘅錢。主要係攞出嚟投資嘅，佢多嘅錢攞出嚟投資。但係而家佢睇到，而家所有嘢下跌，又冇錢可賺，佢做咩嘢要投資啊？可能有啲朋友話：喂，而家中國股市啊，係咪升緊啊？而家升緊。我諗啊，可能有一部分可能投到呢個股市啊裏邊，包括一啲政府控制嘅社保嘅基金。保險嘅錢、銀行裏邊、金融機構裏邊嘅錢，因為所有人嘅錢唔係收埋喺屋企，而係擺喺銀行嗰度。而家中國銀行係水浸，好多錢存喺裏邊，但係佢唔可以貸款，唔可以投出去賺錢，所以等於佢係咩？佢筆錢其實係好辣手嘅一筆錢嚟嘅。做咩咧？如果有中央講乜鬼嘢，我就投資股市啦。投資債券啦，所以而家債券、股市咁熱，就係其實同中國壟斷性嘅呢個金融嘅系統係有關係，因為佢筆錢唔知道點算，好多都係同呢啲投資公司啊、信託公司啊、咩證券公司啊呢啲銀行啊同銀行啊、保險啊係同佢哋嘅錢好多。但係佢哋係蝕緊錢嘅，你一定要投資，唔投資就賺唔翻。所以呢個而家冇解啊！我同大家講冇解啊。咁你啊睇下日本，日本係同樣嘅問題。日本90年代都係同樣嘅問題，房地產泡沫爆咗，跟住全社會陷入一個通縮啊！你嘅經濟雖然係好緩慢。工業啊賣嘅出口啊都可以，但係你房地產嘅債務，你點樣平咗佢咧？用咗20年、20幾年、30年，先至慢慢平咗佢嘅。咁啊，我諗啊，中國而家嘅情形咧，如果用20年啊，係中國人好彩。大家睇下呢個恒大，睇下呢個碧桂園，恒大已經4年幾啦，出問題，而家有咩解決方案？完全拖住喺度，你只會將呢個問題越拖越嚴重，越拖咧呢個問題越大。所以我由野村呢個報告開始講，就講到而家呢個問題，就中國經濟，我同大家講一定會好衰。咁啊，香港點啊？香港一定衰。你香港而家完全靠住呢個中國大陸，靠住中國大陸，而且中國大陸銀行裏邊嘅錢擺咗嚟香港，我同大家講，同香港普通人一啲關係都冇，佢又唔使你去搬，佢電腦一鍵一撳，幾廿億、幾百億就轉嚟轉去啊，係咪？同你有咩關係？同香港嘅經濟有咩關係？只係喺數字上面轉嚟轉去，喺個銀行之間轉嚟轉去，喺金融市場轉嚟轉去，
資本市場轉嚟轉去，同99.9%嘅香港人完全冇關係。呢個係現實，係呢個現實啊！搞到而家呢個程度，其實係冇解嘅，其實冇解嘅，因為我哋都睇唔出有咩解教啊！有咩解教？除非共產黨將佢個制度變成好大嘅幅度嘅改革，呢個有冇可能咧？係應該係冇可能嘅，冇人會將自己嘅利益改完之後俾咗人哋嘅，呢個係違反人性。共產黨呢個制度係佢哋自己有權，佢哋有錢啊，佢哋有立法，佢哋管司法，佢所有嘅嘢都係自己管。佢做乜嘢要減少自己嘅利益咧？利益你哋大家咧？呢個就係政治制度冇制衡嘅一個最大嘅問題。佢會好快脆將佢哋自己呢批人嘅利益最大化，令到呢個成個社會就停喺度。而家就係咁樣一個現實。好啦，今日同大家講咁多，多謝大家，我哋下一次咧再見，拜拜。